搭载 AMD 7840HS 的 Redmi Book Pro 15锐龙版终于来了。虽然此前呢，我们给大家展示了不少用这颗处理器搭配独显的游戏本，但是核显的轻薄本这还是第一台啊。近年来关注度颇高的笔电品牌和可能是今年最备受期待的轻薄本处理器将会碰出怎样的火花呢？这颗用上 RDNA 3架构的核显又有怎样的威力呢？看完本期视频你就可以找到答案了。照例先来过一遍基本配置 ，CPU 是 AMD 的 R7 7840HS 8核心16线程，显卡是 AMD Radeon 780M 核显，12 CU RDNA 3的规格，性能不可小觑啊。内存容量 16GB，LPDDR5 6400兆赫兹双风道板载不可更换，硬盘则是512GB 的铠侠 BG5，屏幕是一块3200x2000分辨率120赫兹刷新率的 IPS 面板，标称100% sRGB 色域。售价方面，去年的6800H 版本首发价5299元，今年我猜它应该会更便宜一些啊。外观设计方面 ，Redmi Book Pro 15还是那个熟悉的配方，星空灰的配色，低调而不是格调。A 面正中有一个 Redmi 的文字 logo， 整体设计简洁大方。材质方面，它继续搭载了这一价位罕见的全铝 CNC 机身，陶瓷喷砂的表面手感细腻，对指纹抗性也不错。不过边缘处理的非常锐利啊，割手感比较强。机身并不厚，只有 15.4到 18.2毫米。1.76千克的重量，对于它15英寸的机身来说中规中矩。适配器使用了100瓦的 C2C 氮化镓充电器，只有233克重啊。整机旅行重量不到2000克，这一点非常好。另外，实测使用时，其他品牌的100瓦 PD 充电器也可以完美兼容，外出使用时不用专门为它带一个电源了。机器左侧依次为全功能 USB-C 10G、HDMI 2.0 和 3.5毫米的耳机接口，右侧还有一个 5G 的 A 口、10G 的 C 口和一个 UHS 2的高速 SD 读卡器。2 CEA 对于一台15英寸的笔记本来说偏少，而且其中一个 C 口还要被充电器占用，最终可能用的只有1 CEA。如果呢你要接的设备比较多，建议搭配一个扩展坞使用。单手打开屏幕，平轴阻尼感适中，稳定性也还 OK。触控板滑动和点按的手感中规中矩。新机刚到手的时候比较阻塞，使用了一段时间后会好一些。键盘部分搭载了全尺寸键帽，做了贴合手指的下凹，打字的手感呢还算不错。布局上虽然没有搭载小键盘但是给的方向键是全尺寸，背光是白色，4档亮度可选。屏幕采用了16:10比例，边框不宽，下巴和额头也是常规水平，正面观感还不错啊。屏幕面板来自天马，型号是这个，实测色域容积和覆盖均为 95.4% 的 sRGB， 3.2K 分辨率显示画面和文字都非常锐利，标称亮度500尼特，实测中心亮度达到了533尼特，全亮度 DC 调光，对比上一代400尼特得到了进一步提升。屏幕下半部分均匀性表现略差一些最低亮度457尼特出现在了左下角，整体均匀性还行。色彩方面，这台电脑搭载了出厂校色，实测 sRGB 色域下，色准能够达到惊人的平均delta-E 0.87，最大delta-E 1.84。这个价格的产品还有校色，真的是用心了啊！对比度1614:1，色温6600K， 同样是非常优秀的。高对比度带来的优势是观感上更加通透。响应时间方面，屏幕黑白响应 19.77 毫秒，灰阶 30.08 毫秒，这个成绩就有些偏慢了不过呢，除却这一块短板，这块屏幕作为高分辨率、高亮度、高色准的3高人士，也足够应对大多数的工作需要了。看完外观外设，我们接下来看一下本次另一个重头戏——处理器。AMD 的 R7 7840HS 是5月份新上市的型号，采用了台积电4纳米的工艺，隶属于 Phoenix 产品线。规格上，它拥有8核心16线程，这个规格感觉就很适合用在这类轻薄本上从规格上看，它跟 7840H 基本一样，甚至可以认为是同一颗。但封装上，它跟插槽内存的 7840H 还不太一样。板载内存的机型使用的是 FP7 封装的芯片，而插槽内存的机型则需要使用 FP7R2 封装。这个方案从 Zen 3 Plus 就开始实施了。处理器最高单核频率 5.1 GHz， 比更高的 7940H 只低了 0.1 GHz。落实到 Redmi Book Pro 15 2023上，这颗处理器开始可以跑到64瓦，随后下滑到53瓦左右，之后的几轮初始功耗缓慢下降，最后整体稳定在53瓦左右。跑分也呈现出近似的趋势，第一轮可以来到16000多分，第2、3轮有所波动，之后稳定在15700分左右。
这个表现对比相同功耗区间的 i7-13700H 表现要更好一些啊。本代移动端 Zen 4的能效比确实非常出色。但是在 AMD 传统弱项单核性能上，7840HS R23 单核心得分1751分，对比 Intel H45 标压的1900分有一定差距。显卡方面，随7840HS 一起搭载的是 AMD 的 Radeon 780M 核显，台积电4纳米工艺打造，12 CU 768SP 的核心，和上一代680M 的规格保持一致，但是架构换用了全新的 RDNA 3，核心频率也从 2.2G 大幅提高到了 2.7G 赫兹。对于内存支持也提高到了 LPDDR5X 7500兆赫兹。不过本次 Redmi Book Pro 15还是搭载了和上一代一样的 LPDDR5 6400兆赫兹的内存，性能比巅峰状态下会略低一些。落实到性能上，这颗 7840HS 在 D-X12 Time Spy 里全程维持住 2.7G 赫兹，跑出了显卡2810分， D-X11 的 Fast Track Extreme 得分3660分， Superposition 1080p Extreme 得分1505分。说实话啊，这颗 780M 对比前代，在同样功耗释放充分的条件下，并没有 680M 对比 Vega 8提升那么震撼，和桌面端显卡一样，都算是常规幅度的正常迭代。此外，这颗处理器和我们此前测试过的 ROG 掌机上的那颗 ZE Extreme 是同父异母的亲兄弟，两者都是8核心16线程的处理器，12 CU RDNA 3核显，16兆的 L3 5.1G 赫兹的最大频率。不过，由于服务于掌机的缘故啊 ，ZE Extreme 的 TDP 设置低一些。根据我们此前的测试 ，ZE Extreme 的低功耗区间表现也会更佳。那纸面部分说完了，我们来看看它在游戏中能够获得怎样的表现吧。在 CSGO 当中 ，1080p 最低画质下运行创意工坊 Benchmark， 这颗7840HS 跑出了平均211帧，禁烟的时候最低也能够维持在40到50帧。彩虹6号 1080p 最低画质，大部分时间都能维持在150帧以上。最终平均帧数175帧，虽然平均帧数对比 CSGO 略低一些，但是帧数更加稳定啊。此外，我们还测试了新开服的无畏契约。由于游戏没有 benchmark， 因此呢，我们选择了 1080p 最低画质下游玩乱斗模式，近似于彩虹6号和 CSGO 啊。这个游戏对于电脑性能要求呢并不高，7840HS 能够把实际游玩的平均帧数达到200多帧。这个游戏还是继承了拳头游戏的风格啊，画面不咋地，优化还凑合。对低配机器的用户很友好，7840HS 的核显已经能完全流畅运行，不会有以前的老核显那样明显不跟手的拖拽感。不难看出啊，7840HS 对配置要求不高的电竞游戏呢还是很充裕的，游戏中帧数能够跑满屏幕120赫兹刷新率。那么开胃小菜吃完了，我们来啃一点硬骨头。同样是 FPS 网游，但是呢 COD19 明显要比前几位对显卡性能的要求要高很多。1080p 基础画质下，平均帧数只有61帧，部分激烈场景只有40帧左右。建议大家打开 AMD 的 FSR 2.1， 开启到平衡档位之后呢，帧数立马就可以推到85帧，运行流畅很多。跑完网游，我们再来跑一个重量级的赛博朋克2077。果不其然啊，即使开到了 1080p 最低画质，平均帧数也还是只有38.6帧，实际帧数只会比这个帧数更低啊。核显玩3A 大作很难有体验可谈啊！就算你把 FSR 打开，来个平衡档吧，也只有52.27帧，一直开到超级性能才能勉强到70帧，确实能流畅玩了。但是你看看啊，现在这个画面，这个涂抹感啊，简直惨不忍睹啊！综合来说呢，如果你的第一需求并不是游戏，只是在闲暇时间偶尔玩一玩，放松一下身心，那么搭载7840HS 的轻薄本已经能够很好的满足你需要了。而如果你想要轻薄机身的同时体验更高的帧数或者更好的画质，那么可以看一看频道的这期视频。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机器的内部结构。拧下底壳的所有螺丝之后呢，可以用吸盘辅助打开后盖。注意左右上方2颗螺丝是长螺丝，其余为短螺丝。内部的布局和去年的 Redmi Book Pro 15保持一致。下方的电池容量是72瓦时，对于15英寸的轻薄本来说算是比较大的了。PCMark 时续航测试达到了足11小时55分钟，同时性能分数也保持住了6623分，没有为了续航而付出日常流畅度的代价。而使用中高负载脚本测试，续航时长也可以达到5小时56分钟，这个表现确实非常惊人了。在这一环节中 ，AMD 的新处理器自然是居功至伟啊。根据我们之前测试过的其他机器，即使是7040系列，如果调度不当的话，也是没有办法保证续航的。本次红米的表现还是值得认可的。内存为 16GB 板载 LPDDR5 6400兆赫兹，读取速度56.7G 偏慢，
写入速度则是接近90G 每秒，延迟111.3纳秒。硬盘是 512GB 的凯霞 BG5 PCIe 4.0x4的规格，实测读取速度接近3500兆每秒，写入速度2750兆每秒。实测写入前20G 可以维持在2500兆左右，之后速度就会掉到不足500兆。读取速度前20G 可以维持在2000兆每秒，之后下滑到1700兆每秒左右。这个性能说实话不太理想，而且呢，机器只有一个硬盘位，没有办法加装硬盘，只能够更换。如果这是一台14英寸的轻薄本，那尚且还能够接受，但是15英寸的笔记本还是单硬盘位，这就比较让我难以接受了。网卡是 MT7922，支持 WiFi 6E 以及160兆赫兹的频宽。实测最大读写速度和压力稳定性测试，我们都做了表格，大家可以参考。最后是散热，它采用了双热管、双风扇、平轴出风的设计，热管直径和风扇尺寸都不小。同时呢，主板上还可以看到为独显预留的位置。实际散热能力上，室温25摄氏度，预设 Turbo 模式。Redmi Book Pro 15在 Stress CPU 时只有43瓦，并没有达到标称的54瓦，核心温度也只有83度，这是怎么回事呢？仔细一看，处理器已经跑满了全核心 4.8G。我们为轻薄本准备的 Stress CPU 对 Redmi Book Pro 15上的这颗7840HS 来说，简直是小菜一碟啊，都不值得它跑满功耗。更换了压力更大的 Stress FPU 之后，功耗来到了53.5瓦，核心频率 4.0G 赫兹，温度90.6度。使用 4Mark 单烤显卡，功耗稳定在44瓦，频率维持在 2.7G 赫兹，核心温度67度。这个功耗和温度的表现，对于轻薄本来说是值得肯定的啊。表面温度方面，键卯最高温出现在了 F 键上，温度是42.7度 ；WASD 键附近40度，空格键36.3度，回车、方向键以及万托位置都只有30度左右。结合上它的性能释放，这个表面温度控制的确实非常不错啊，即便是高负载使用，也不会带来太多的负面感受。噪音方面，环境噪音35.3分贝的基础上 ，Redmi Book Pro 15的满载人位分贝值是44.7分贝，不算很吵，但是在安静环境下还是清晰可闻的。好了，详细的内容评测就告一段落。按照惯例，这里总结了3条优缺点供各位参考。总的来说 ，Redmi Book Pro 15 2023算是一个比较保守但是很稳健的迭代。全新的 Zen 4处理器更进一步提高了能效比，不仅在同功耗下性能上做加法，还可以在续航场景下对功耗做减法。与此同时，如果说上一代 680M 是让核显轻薄本获得了能玩级别的游戏能力，那么本代的 780M 就可以算是把体验抬高到了网游高刷畅玩、3A 入门不卡的水平。对于主要用途是通勤办公、偶尔轻度娱乐的用户来说，算是2个愿望一次满足了。而对于模具本身而言呢 ，Redmi Book Pro 15 2023对比其2022款并没有做太大的改动。它虽然继承了上一代模具优秀的质感，但也背负上了上一代内部扩展性、外部接口双双不足的缺点。同时，新屏幕虽然亮度有所提升，分辨率、色准也非常出色，但是较高的响应时间带来了拖影，对于它最擅长的高刷电竞网游又是一个 debuff。此外，虽然机器内部继续留下了给独显的空间但是从我的角度来说，对于 Redmi Book Pro 15这样的产品来看，这独显版并不一定是更好的选择。额外的显卡虽然能够提升游戏的体验，但是机身重量、价格上升，续航下降也会如影随形，而噪音和表面温度的上升也会劣化使用体验。放弃对于轻薄本来说至关重要的便携续航来换取游戏，这一原本就非轻薄本主要使用场景里的优势，颇有一些买椟还珠的嫌疑尤其是上文已经提到，目前极显已经能够满足流畅轻度娱乐的需要了，这更进一步降低了对独显的需求。在我看来，对于轻薄本而言，把原本给独显准备的空间让给更好的内部扩展，同时降低机身的体积和重量，或许是更加返璞归真的选择。好的，以上就是本期视频的全部内容了。喜欢的话，不妨长按点赞按钮，给我们来个一键3连支持一下。交流版本心得，帮助电脑小白，这是比8评测试，我是猪王，我们下期视频再见吧。